会诊，今天全台湾都在看，鼎泰丰的新闻，竟然出现什么山寨的鼎泰丰，而且东西一模一样。但是今天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鼎泰丰实在是太强。我们在讲台积电攻陷了美国，全世界都需要，就没想到鼎泰丰就跟这个美食界的台积电一样。我们真的给大家看到一个数字哦，为什么说它杀到美国？它在2000年加州开了第一间，2024年开了16家。2025年到18家，2026年已经在美国开了23家了，太离谱啊！哦，这个是我们正风太常讲的一句话，这个时候用在这里刚刚好啊，太强了，太强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搞到现在，竟然美国在流行小笼包指数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大麦克指数，用大麦克这个麦当劳里面的大麦克的价钱来衡量各国不同的购买力，就现在竟然流行小笼包指数，为什么？因为我们台积电在美国实在太红了。2024年他们平均下来整个16个店，美国的店加起来4.14亿美元。120亿耶，卖小小的小笼包卖到120亿，太会赚了。这也光只是美国而已，平均一家店进来2700多万美金，8亿多啊！一间这样小小的小笼包卖到这个8亿多，它难怪这个真是吓人家吓死。到全世界目前为止哦，你知道鼎泰丰行销全世界13个国家，180个据点，每一个据点都还在蒸日上，不断的拓点。就像你现在看到的美国2024年钢铁要16个店，你知道吗？2025、2026今年目标，天哪，要来多少？今天要来到25到30家。文姐，你看到这里面店，第一个它非常非常大，第二个他们还要去排队，对，他排队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美国人或者是外国人，他为了要吃这个台湾的小笼包，竟然学会去用筷子去夹，然后那边尝得很开心的样子。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美国已经变成一个鼎泰丰神奇的经济学哦。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哦，他们有5家以上的连锁店，他们总共有1500个品牌。他说，那个鼎泰丰是 Top 1， 对，而且他把其他的一些品牌全部都遥遥领先。你看它上面列出来有没有？鼎泰丰来美国总共16家店，平均单店量的销售金额多少？2742万美元。单店哦，单店。然后你看下面一个叫 Metros 的 Restaurant 23个店。单店1452万美元，刚才就播啦。这个第2名很有名，是牛排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结果鼎泰丰秒杀了，他们吓死了。他们说，到底鼎泰丰是卖金吗？嘎是卖上，那怎么会这么好赚？他们就开始分析哦。他说，美国鼎泰丰有个3大特点，第一个你刚刚看到大坪数，然后这么大坪数，然后你说这个品质永远是8折，这不用说。第二件事情，他说，哇塞，每个都一直排队，可是你要知道。翻桌率超级快啊！他说没有人，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可是他们非常稳定的，就会不断翻桌率很快就对。他说就由此可见，里面他们那一些所有的运作没有 delay 到。然后在第3件事情，其实他们单价，他说你现在看起来总价好像个主菜大概20块美金，可是你要知道一点点你要吃那个，大家要分享。他说吃下来，美国人平均消费一个人50块美金，所以他就说这个很厉害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讨论了。他说很可怕，刚不是提到吗？他打败美国高档的牛排的品牌，对不对？除此之外，你知道吗？他竟然一家鼎泰丰店是7家麦当劳的总和，7家麦当劳才比得过1家鼎泰丰，我加起来才相当于1家鼎泰丰。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在那边在美国打败他们的那个连锁店的品牌麦当劳，这才是我个人认为的台湾骄傲啊。另外一个，他说他们的营收规模持续于每年20%不断的在上挺进当中啊。所以他们现在刚看到那个纽约店，2024年12月才刚开，你看他开的地点加西朗是1级战区他是在曼哈顿啊。他说他离中央公园，他就刚好在中央公园跟时代广场中间啊，所以有那个是贵死人的地点。你说就是这里。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富丽堂皇。因为我台湾的鼎泰丰都没那么高级，它看起来很像是夜店，你知道吗？很厉害，就是那种非常时尚的那种夜店，你知道吗？然后再来，他最后就有一个人他在那边讲，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他说我这个在美国看过这么地方，我没有看过排了这么多人，但是服务还是如此流畅的。那好，那现在大家来讲嘛，鼎泰丰那你这干浪你知道他纽约店有多大吗？对， 740平740平讲话会有回音吧？那是太大了，740平。
所以太大了，你知道他们用机器人，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机器人，对他们现在是用机器人在送那一些餐点哦，所以因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呢，他们呢这个餐包啊，不是餐包，那个小笼包啊，对，汤包一笼大概是多少？$18，哇塞，我们在台湾好像$7.4，那让我们觉得蛮贵了，你知道？可是哇供不应求，真的太多人，还有最夯的是什么？巧克力小笼包啊，跟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Alex Honnold 一样，都喜欢吃巧克力小笼包啊。然后，所以你会发现，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个美国的鼎泰丰是由他们杨家第3代啊 Albert 他们来一手操刀的。那他们2个超厉害，这2个兄弟才30几岁，都是那个康奈尔大学非常优秀的学校，然后是餐礼管理的，然后他们一手操刀，他们就说什么？我们美国鼎泰丰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我们有一些固有的台湾的一定有的，比如说炒饭啊，就是虾仁炒饭啊，还有排骨最好吃的，排骨最好吃。对，这个排骨炒饭这个东西，他们一定有。可是呢，他们在美国有额外其他的，比如说牛肉、牛排那个炒饭。哇，你讲是不是还有牛排炒饭？然后还有比如说其他的鸡肉那个汤包，哇。他说这个就是他们2兄弟啊，他说我们还有鸡，他说在美国卖的最好是鸡肉汤包。我想说哈，我底下台湾讲个这几年不讲个鸡肉汤包，所以这个 Albert 他就说哦，为什么？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不一定喜欢吃猪肉，还有很多的那一些像中东啊、中东裔的啊，那个还有那个相关的宗教信仰关系，所以不吃猪肉的，所以卖的最好的反而是就是鸡肉的，所以他们就有去考量，有一些是我们一定要有的那个台湾特色，有的是美国口味，可能要符合当地市场，所以他就说，不是说一个样子，然后行销全世界，没有，他就是要有台湾的原本的那，你要讲说什么故乡味也是，家乡味也是，但是同样要因地制宜，要适合当地的不同口味。而且我们就是讲，它根本是什么？它是全球的客制化，对不对？对。它做出了品牌之后，我看到这一张的时候，我整个吓到。你看到这是什么场面？这是一个运动酒吧。我先说，运动酒吧在国外没有什么。这是鼎泰丰的店我心想这是在搞什么东西？是太厉害，对不对？这个鼎泰丰的运动酒吧，而且我跟你讲哦，鼎泰丰的运动酒吧好可爱。我一边吃着汤包，一边在看比赛，看那个足球，哇，撞来撞去，我就很违和。所以大家说哦，当我们的鼎泰丰已经变成是美食界的台积电，甚至可以 PK 大麦克指数，你就知道真的是台湾骄傲。静敏，我们都知道最近金价、银价飙得非常非常高，今天$5300一盎司，买黄金的、纯黄金的赚翻天了。好，但是今天让我们觉得最惊讶的是什么？现在全球竟然出现了淘金潮。淘金并不是说我们去矿山、银山那边挖，不是哦，今天是把这种各种废物再利用，竟然可以各种方法新奇百怪。真的把黄金给提炼出来了。现在黄金啊，真的金价不断的攀高哦，国际的这个金价已经来到每盎司都站上了$5300，甚至还有人说看可以再往上调到$5400，然后一直往上，那这样子呢，甚至到570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疯抢黄金啊，你知道吗？中国有一个这个男子啊，他竟然异想天开的，把我们平常那个手机的 SIM 卡晶片啊。它竟然可以收集起来，然后提炼出191.73克的黄金，真的假的？SIM 卡所以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很大的热议跟回响。SIM 卡你没有听错，SIM 卡估计它每一张 SIM 卡里面大概含金量它只有0.02公克，非常的微小，非常的而且很难取得，你要用强腐蚀性的这个液体你才能够去取得，要有专业的设备，自己在家提炼是很危险的事情。但这老兄啊，他说网络上传的有点夸大了。他说他不只是单纯拿手机的SIM卡，还有拿很多的这个电子啊、废电子的原料、镀金的这个电子设备、通信仪器的电子设备上面的它的像SIM卡一样的这个金属的东西。那当然也有SIM卡啦。他说总共加起来这些设备超过2亿吨，然后他说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他才能够提炼出像画面上这些191.73公克的这个黄金，所以他真的提炼出黄金来了。对，所以很多太离谱了吧？很多的民众就几乎跟他跪拜说：“对，师傅，你还有没有收徒弟啊？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样从手机的SIM卡，还有一些电子的设备啊，包括一些半导体的晶片啊，而且他的那一些东西是不要的，别人不要，然后他弄之后。”
他这样让他赚了50万。那个废电子的这个晶片啊，其实不是只有他想得到，日本早就有人这个把脑筋动到这个废电子的晶片。那日本人呢，他们在这个电子废料当中去提炼那个它的一个这个废电子的原料，也是一样，类似这个手机的 SIM 卡，但是现在更让大家好奇的是，连温泉，大家很喜欢去泡汤嘛，台湾、日本大家都喜欢泡温泉，温泉也可以提炼出黄金啊！天哪，那下次泡温泉的时候随便手要去摸一摸啊！我跟大家讲，全提黄金，这个在日本的秋田县，包括有一家横滨的新创公司，他们就在那边做一个研究，后来发现说，他们利用一个叫做新的生物吸附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让藻类啊，因为温泉池里面的藻类容易吸附黄金，然后你只要把那个藻类提取出来之后呢，把那个藻类烧掉，就可以让这个黄金现出来。对，结果没想到这个新创公司就很认真的去研究，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司，其实跟日本的这个横滨新创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另外一家日本重工业巨擘叫 IHI 有一个这个福岛刚之博士的这个团队哦，他也是利用类似生物吸附技术。你看到现在这个藻类哦，它是在海水，因为他们相信说海水竟然藏有50亿吨的黄金。对，那我们就想说怎么可能啊？全球有那么多海水，有50亿吨。他说，因为现在地球的这个黄金开采量有史以来目前已经开采了18万吨，那估计地底下还有5万吨，加起来不过就是23万吨。那50亿吨的话，那大概是超过它的好几万倍啊！海下都是黄金。对，他们为什么相信说这个藻类有黄金呢？因为像福岛康之团队啊，他们这个博士就认为说，因为它这个生物吸附技术里面的这个黄金，它在海水里面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黄金，它是用氯离子啊、氯化金的这些离子的这个形式存在这个海水当中。对，所以呢，如果你单纯把海水蒸发，那只会留下盐分，你会看不到什么黄金。但是呢，你如果用藻类去吸附它的话，你到时候再把它这个用它的去化的技术，把这个氯化的之后的藻类呢，它的这个形式等于氯离子把它拿掉了，对，那它就会在水中用黄金的形式现身。哇，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把这个黄金，日本的炼金术也太厉害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后来而且获得了专利，昆布海带黑布可以去淘金的这个技术。对，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可以去溶解黄金，然后你看液体就变得清澈了。接下来你看到没有？黄金粒子就在这边。你看到这影片上是他们用实验的方式得出来的，就是有这个黄金的粒子在里面。对，所以让大家觉得说闻所未闻啊，连海水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昆布海带，还有这个藻类的技术来吸取，把这个氯化金滤出来。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现在黄金大家都想要抢，对，那在中国大陆，甚至在之前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就有不肖分子哦，利用这样的一个黄金，因为我们常听到真金不怕火炼，对不对？但你知不知道假金也不怕火炼啊？你要知道，这黄金里面如果它掺有什么来金呢，它是假的。来金它是其实没有那么值钱，它如果掺入来打造的这个黄金项链，它的外观你看几乎跟黄金一模一样，而且用火去烧根本也烧不坏，也就比黄金，因为它的熔点啊比黄金还高，黄金的熔点大概1064度，来金的熔点大概3167度。它的密度跟黄金差不多，而且比黄金硬，它其实是银白色的这个表面。所以当中国发现，包括在浙江省，在上海有一个这个小姐哦，她就花了28000多块人民币，在网络上买到了，她以为说是这个真的黄金，她当时还跟这个朋友拿着这个像打火机一样的设备去烧，烧的通红的，都还不会溶掉，就只有黄金才有这样，真金不怕火炼嘛。结果拿回去之后，买回家了之后。拿去那个银楼啊，去测试，银楼有100万元的以上的这个100万元层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设备，银楼一验假的，因为银楼的这个100万元检测设备一验就验出来了，这太快了吧！掺了这个来，而且连重量都差不多的。对，我就说密度跟黄金差不多啊，但是它的熔点跟它的这个比黄金还高，所以你会看到用来掺入了这样的一个黄金的假金，之前流到台湾。台湾也有从北到南10几家银楼被骗，所以大家才会讲说，你如果真的要抢黄金啊，还是用正规的方式，不要相信这来路不明的来金啊。曾梦，中国这也太坏了吧！这黄金封藏之后，搞一些假的，那中国，就算你没有假，你品质也有够烂。你看到这个画面什么？中国最自豪的电动车又出事了，不是说自驾吗？你怎么在自驾的情况之下？
你往人那边冲过去了。是没有错，中国的电动车哦，广告总是很美好，但现实非常的残酷而且很惊悚哦。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驾驶呢，你看它已经开启了自驾模式，结果这个自驾，自动驾驶似乎酒驾哈，突然间晃来晃去。突然间，你看到他精准的朝着这个环卫工人撞过去，环卫工人是我们的清洁工，他是拿扫把起来挡的。对啊，扫把抵抗中国的电动车啊！所以网友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吓坏了，直接说啥？他说华为汽车执行清除低端人口的命令。开酸啊，酸说，因为中国现在阶级意识蛮明显的嘛，所以他认为说，你这个电动车其实他就酸，他说就是要清除低端人口啦。还有网友说，遥遥领先，精准制导，直接讲说他就是要杀这个环卫工人啊。不过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哦。那除了这个影片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很惊悚的影片哦。你知道什么影片吗？电动车最怕高温、低温，因为它有可能自燃。但是中国的电动车不在高温、低温，它也会自燃。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这个是行驶到一半就自燃，烧成这样。旁边哦，那个人就是驾驶那个人。打马赛克那个人当下已经被拉出来了，对，所以你就知道他当时有多严重。那不止我们在讨论，日本人也在讨论。你可以看到这一台车它其实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砰砰砰，有电光石火，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跟你讲，不到1分钟，整台车熊熊烈焰包围着它。这一个驾驶比较幸运，因为他的门还打得开啊，所以他跟刚刚那个驾驶下场不太一样，这个还逃得出来，所以他算是幸存的。那除了电动车以外，还有什么中国制造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讶异的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常用的是小米手机，对不对？我手上就有一个，所以我非常有。你也是用小米？我也是用小米，所以我非常可以说这个案子啊。这样子是怎么样的？因为小米的手机啊，它经常强调说，我跟你说，我们小米的手机的萤幕最耐摔、最防摔。这一个消费者呢，就去小米的商店，想要去测试一下，说，商店，这个店员，对，他摔了，好不好？这个店员当场拿着他的什么肩膀的高度，然后往下一放，一摔，你知道面朝下，对不对？朝下之后，店员捡起来要给这个消费者看，说，我跟你讲，这真的很棒。结果一翻过来。沉默了1秒，接下来他说了3个字：“哎呦喂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裂的，所以裂掉了。他本来想要示范给这个消费者看，说：“我们看我们的荧幕有多赞。”没想到一试之下，一试就变成了什么不幸的灾难。那你看这个人就把影片放上去之后，你知道吗？居然被小米要求要下架。他被举报了，对，不是这画面不是很真实吗？对啊，就是真实实测给你看，他真的被举报了，对啊，就被举报，要求他下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